就美国的这种医疗保险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加州那对夫妇去年健保费$4200， 12万台币。那但是到了明年，因为我刚才讲欧际健保要涨价之后，暴涨到$26000的话，那到了70万台币了。还有一对加州夫妇，他也是普通的，他说他每个月是$350到大概$2000这样子。那他们决定怎么做，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要健保了，我不参加你就要靠自己。对。我就是靠自己，我靠积蓄，然后开始跟圣母玛利亚祈祷说，我不要中风啊，我也不要突然得心脏病。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国梦碎妈，政府关门到现在已经正式的超过40天了，那么现在民怨冲天哦，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医疗保费，恐怕很快的就会感受到立刻上涨的压力了。最高幅度会依照不同的州跟这个收入会有所不同，但是最高的幅度甚至可以喊到6倍哦。美国民众在这个时候哭喊说，真的撑不下去了，我们是不是要移民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关心的是民主党的大佬在这个时候在关门之际也倒戈叛变了。我们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帮我们做解读的。第一个，政府关门破纪录哦，导致华府瘫痪，川普的民调更是一度的不断暴跌哦。那么看到的是医疗炸弹现在全面引爆。美国的政治失能，接下来谁来买单呢？第二件事情，接下来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欧际健保变成了欧际陷阱，尤其几个不同的地方。当中，纽泽西州这个保费一口气暴涨了175%，加州甚至有夫妻，他们是中产阶级，决定要放弃健保。刚刚提到的民主党大佬都带头倒戈让步了，美国人还能够撑多久？最后是从犹他州一直到加州的部分地区，保费不断的飙涨，医疗现在压垮了中产阶级，美国梦正在一张医疗账单里面崩溃。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持续来关心到的是，就在这个政府关门破了最高纪录的天数之际，川普的民调根据了这个媒体做的最新消息，60%的民众其实对川普都是非常不满意的，逼得川普最近喊话哦，快点开门吧，也快要开门了。这一场史上最长的一个政治拉锯战，没有想到我们看到在周日开始出现了一些惊人的反转，他是民主党的领袖舒默这一回竟然是带头倒戈了，带着8名的成员集体叛变，力挺终结政府关门这一件事情。消息一出之后，导致了民主党内部就开始有了许多的批评声音。他们批评舒默啊，说你不配再领导民主党了，你连阻止个医疗费暴涨都办不到，你还能为什么而持续的战斗下去呢？民怨爆裂的背后，其实现在美国民众要担心的就是接下来他们很快的要为这个医疗保费的上涨暴涨全面的买单。最新的民调，美联社做的，60%的美国人现在因为这件事情是感到极度恐慌的，他们担心2026年开始医疗保费将是快速的暴涨，40%的美国人甚至是陷入在焦虑里面，他们认为自己会付不起医药费，没钱看病，甚至会失去医疗保险。在此刻，川普也赶快来救自己的民调，他提出了会直接支付民众医疗保费的费用，并且以他收取关税的收入发放每人$2000的一个费用红利。好，我们节目一开始来请教大使怎么看了？政府关门破了40天，医保很快的就会狂飙了。美国政治是出了什么问题吗？就在此刻，没有想到民主党的大头还跟着倒戈了。美国民众接下来在医疗体系上会承受多大的压力？大使怎么看？这个里面就是说，这是2党的一次对决啦，就看谁能够硬撑下去。当然，最后就是说，最衡量你要支持还是不支持，你是坚持还是放弃，还是考虑到这些目前尤其这些联邦参议员还有联邦众议员，他们自己下一任能不能还继续当选？如果说我今天坚持下去，结果我自己本州的这个受害很多，那这些本州的州民就说，我们选你去当这个联邦参议员，结果你做出来决策伤害到我们利益，那我下次就不投你了。那这一次，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医疗健保的这个费用暴涨的几个州，我看了几个州，很奇怪，都是民主党在掌政的州，涨得最多的 New Jersey 州
这是个标准的一个红州，州长是民主党，2个联邦参议员也是民主党，然后呢，科罗拉多州也是个标准的红州，州长也是民主党，参议员也是民主党。那很简单，你知道现在这个联邦经费不足，最后他为什么叫 appropriation？appropriation 就是说我怎么样来把我的钱怎么样按比例支出出去的意思。那就变成就是说，我现在联邦的经费越来越不够，那我就先裁减哪些不重要的钱。所以他在裁减的过程中，事实上川普政府是有所谓的操纵的空间。他说啊，那就这样，纽泽西州的他的这个联邦的这个健保补助，我现在钱不够，我先停，先砍你的。那纽泽西就受害很深。那他们回过头来算账，美国老百姓才没有那么党性坚强了。我支持你是因为你给我带来福利，结果我支持你害我的这个健保费给我涨了175%，那我选你干嘛？就是你造成我这个，你下一次我就不选你了，我们就换共和党来执政。所以这里面就是硬碰硬。也就是川普跟这个民主党的斗争就是硬碰硬。我到时候看你低不低头，你以为舒默会愿意低头吗？舒默也要考虑说，我们再这样打下去的话，我背后的选民不支持我啦，那我下一次都选不上我在那边打这个没有意义嘛。所以这就是美式民主。所以完全到最后就是说，好啊，你要撑就撑。那今天我要让老百姓不方便，我这个联邦的这个所谓的航空管理的，我就钱少付一点给你，对，然后让你们这老百姓就觉得坐飞机的时候，哇，我等了2个小时、3个小时，看到你们只有这么点服务人，后面排的我飞机都排不上，那最后就来开始攻击。那有的不见得攻击共和党有一些攻击民主党因为共和党政府拿不到钱，共和党说因为民主党不给我钱。所以呢，现在就变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变成就是说，尤其是现在关键就是在参院对不对？参院现在是民主党，就是说他是怎么样？他这个要4比6之比嘛，也是说你必须要60%的人同意这个有关经费的，那民主党的他就可以卡住共和党，所以当然老百姓会觉得是民主党在卡。是民主党来卡，所以舒默这些人最后就倒戈了。那当然回过头来还要看众议院还要看众议院。不过这场斗争也可以看出来，两边的斗争的决心非常的强，宁愿让怎么讲老百姓吃苦呢，最后呢让老百姓去怪你，不要怪我。所以呢，最后舒默会怎么样投降，就是因为他的红州的怎么讲受创很深。那他们这些民主党的这些可能将来在这个红州里面，过去什么铁票区，最后呢下一次选不上了，所以他就立刻倒戈了。所以这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用实力在那，没有什么良心什么都没有良心，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政党利益在那边斗争。所以我看到电视上有一个美国民众讲了一句话蛮有趣，他说现在这个政府看起来是为他自己而存在，而不是为了服务人民而存在。世界上这种政府很多为了自己而存在，跟人民福利无关的政府很多美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川普在政治上面的一种政治报复手段。但是我们看到两党的斗争之下，直接伤害的就是民众了。刚刚大使帮我们看到几个涨最多的地区，会因为你不同的州，所以你调涨的保费不一样，也会因为你是不同的收入，甚至是这个不同的政府补贴，各做不同样的计算。但是整体来讲，涨最多的确实就是新泽西州，暴涨幅度175%。第二名是科罗拉多州，飙涨了101%。马里兰州因为还是有一些州政府的补助撑腰，所以涨幅约落在30%。赶快来看到3个实际的案例，等一下也会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民众第一线的真实感受。第一个案例，我们看到这一对是在犹他州的夫妻明年的保费他们会从每月$495一口气飙涨到$2168，换算新台币，他们每个月这对夫妻得付6.7万台币，只能崩溃喊这彻底毁了我们的生活。第二对也是真实案例，在加州的一对退休夫妻，去年的保费$4200，明年同样要飙涨到得掏出$2600多。
$26,000哇！我还看错了，$26,000。他们说呢，这已经占了他们收入的28%了。另外一对同样也是加州的夫妻，保费从每月$350飙涨到$2000多。他们说干脆考虑移民好了，到一些健保福利比较好的国家，干脆放弃美国的健保吧。而这一场这个医疗的问题，价值$2.4兆，成为这个两党不断斗争的一个国家级的计划。干哥怎么看美国民众真实的感受？你要知道这个欧记健保啊，就是美国人常讲，它叫什么可负担的健保法啊，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大概你出1/3啊，国家帮你出另外的这个2/3啊，这在美国是一个施行很久的制度。不过，老实讲一句，你自己本身一定要能够独立负担你的那一个部分。那欧记健保法在明年1月1号开始上路，调涨3倍，调涨3倍就是没有道理啊，我就是调涨你啊。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就美国的这种就是医疗保险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也不合理的，因为每个州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这3个案例，这3个案例的保费都不太一样。当然，每一个人的保费本来就不一样，健保保费都有费率的不同，对不对？可是现在对于美国的标准的家庭，你来看那个第一个案例，犹他州考克斯夫妻啊，听到明年要从每月$495涨到2168，那就是3倍，他说是太可怕了。为什么？因为健保费会彻底摧毁了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因为老实讲一句，如果像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看得出来吗？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每个月是大概$500的这个健保费的话，就是一个月多少钱？应该是15000块台币。对，这就是美国的正常一般家庭应该要有的保费的费率水准。看第二个，加州那对夫妇去年健保费$4200。好，我告诉各位，他一年健保费$4200的意思就是他可能是在矽谷，他是工程师，他才会是这样的那个保费。对，那去年要$4200的话，大概等于12万台币，对不对？那但是到了明年，因为我刚才讲欧记健保要涨价之后，暴涨到$26,000的话，那是多少钱？26000，那到了70万台币了。那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那只有独角兽的这些企业员工，他才有办法支撑嘛。只有几个独角兽的企业员工，你知道，这根本一般老百姓负担不起。所以这个第二个案例他如果是一年要付$22.6多，已经占据他们整个年度收入的1/4了，这不可承受之重。这是第二个案例。所以不管是高的低的，你都碰到像这样的事情的。还有一对加州夫妇，他也是普通的，他说他每个月是$350到大概$2000这样子。那他们决定怎么做，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要健保了，我不参加，不参加怎么办？不参加你就要靠自己。对，我就是靠自己，我靠积蓄，靠自己的积蓄，然后开始跟那个圣母玛利亚祈祷说，我不要中风我也不要突然得心脏病。有一对都是货车司机的夫妇，他们就这样，他们也是一样放弃了，我不要。为什么？我们就用我们的积蓄支付，因为我们付不起。美国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是属于很普遍的状况，170万户家庭受影响，大家就知道，光是这个健保已经让美国一般中产阶级负担不起了。是，好，那上志哥又怎么看？现在目前美国面临的问题？我们都讲美国梦，美国梦过去其实美国梦目前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它是追求成功的。美国梦当中不太描述或者去接近那些失败者的价值。我让大家现在刷短视频，经常会看到现在美国非常红的网红，他干嘛？他就在路边假装穷，那么有一些很穷的人，甚至一些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来接济他。然后他其实说实在，你说他真的能帮助所有这些 homeless 的人吗？没有，要 homeless 这一些当中很努力的人，然后他会帮助他，然后也会集结很多的捐款。
所以说，美国梦其实对于失败者当中，也要失败者当中很努力追求美国梦的人，才会获得整个美国人一般的共同的接济哦。我想我们在这一次的联邦政府关闭期间来讲，都知道其实眼前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食物。因为只要一天没有吃东西，没有东西吃，活不下去了，整个家族活不下去了。所以呢，即使在先前最欠缺或政策当中一度有中断的时候呢，各州也是想尽办法用州的费用先来垫支哈。所以救急这件事情是有的，但是可以看到美国的总体的福利政策，包括现在我们刚刚讲，在整个参议院当中，原先在搏斗的所谓的欧式的健保政策，对于中低收入当中的健保的支付当中，目前其实只是往后拖延而已。所以其实我们就不只在看说，到底美国梦当中所形成或美国这个国家当中供给国民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家越来越迟疑喽。美国不是很有钱吗 ？GDP 这5年每年都还是很厉害的上涨。可你看，钱在哪里啊？都在有钱人、富豪，包括 AI 辉达的手里啊。美国这个政府不要忘了，它现在其实36兆。美元的部分呢，其实的赤字都不知道怎么还了，对，所以不是很有钱吗？政府这么亏，所以你就看现在这个整个跟我们现在想象中，比如中国现在有钱了，北欧国家有钱，北欧能够做很多的福利政策贴补你什么东西，教育啊、医疗都没急。这个中国的部分就基建放大招了，什么东西都是很便宜，亏本也无所谓。所以在美国梦所建筑的没有福利，没有基建，那这个 GDP。到现在还是涨，这5年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要看对比当中，这5年当中，美国的无论电力也好，也没有新的建设，各式各样都没有。所以他看到的其实就是还有华尔街股市当中的这一些 AI 当中资本的部分泡沫垫高了它总体的 GDP， 所以更不要说在民间一般弱势民众能够拿到什么样真实的帮助呢？赶快来关心今天的大主题：300位的韩国在美国的劳工被上了手铐。韩国媒体痛批这个是奇耻大辱哦，美国制造业恐怕崩盘。今天也会关心在制造业方面，还有美国的农业现在票仓大爆雷。9月份农作物的重点产收季，美国农民恐怕掀起这一场大革命。在今天我们来先关心的3个，今天会来做解读的火线话题。第一个，美国现在打非法移民啊。导致了300名的韩籍员工被上了手铐。韩国的企业到美国投资，现在怎么反而变成了遭到囚犯式的羞辱了呢？这是来自于南韩民众的怒火。再来看到就是美国的大豆、玉米大丰收的时候，这个时候却爆出了价格崩跌50%。美国的农业票仓恐怕掀起在9月份的农民起义吗？最后我们今天也会关心美国的关税恐怕违法了，接下来恐怕会被退回兆元，将对美国的国库产生多重大的影响？是否爆出一个大漏洞呢？今天就这3个议题，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解读。我们先赶紧来看，这是最新的消息哦，来自于美国的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突然间袭击了南韩现代汽车跟 LG， 它位在乔治亚州高达43亿美元的这一座电池厂。就在里面呢，大动作的要去逮捕这一些非法移民，结果后来是抓了475人，这当中竟然有300多名都是韩籍的员工，不少人他们持的签证是免签的，或者是用观光签，甚至是用商务签，但是这一次全部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签证，都被视为是非法打工来做处理。最新画面我们来看到哦，这个是在移民局的外面的这一张照片，南韩企业他们排队要探视自己的员工，有人痛诉说自己被戴上了手铐啊，就像是囚犯一样被当作犯人。更有人说自己用免签入境，现在被告知了接下来10年都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事实上，这一座工厂原本在年底完工，可以创造美国8500个就业机会，但是现在看起来得是要全数停摆了。更惨的是，其实南韩在美国的企业有非常的多，包括了 SK 海力士或者是三星等等大型韩企，一共高达22个重大型的项目，现在也因着这个案件的扩大延烧而停摆。被迫喊停，那么产业
范围涵盖在造船、钢铁、电器等等。南韩总统李在明这一次不忍了，他爆气，直接说好，这样子接下来我赶快来包机把我的人民给接回来。结果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回呛，外企你要到美国去投资可以啊，但是你总要训练并且雇佣我们自己的美国人才对吧？南韩媒体更是怒批哦，李在明前2周才访问美国的，当初还说要给你们美国这么多的金额，3500亿美元的投资来响应你们的美国制造，结果现在你们川普对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认为这对南韩来说根本就是奇耻大辱，根本就是背信忘义。川普政府的边境沙皇霍曼在这个时候又再补一刀，他说：“我们针对现代汽车的动作只是刚开始而已，接下来还会有新一波会锁定在南韩的企业。”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教大使怎么看了？现在南韩企业响应美国制造去投资，结果到美设厂换来突袭式的羞辱，这个美国制造业回流还有救吗？大使怎么看？这个应该还有救吧？那个韩国也不敢反抗啊。对，韩国政府立刻派他的外长跑到华府去沟通，到现在韩国也没有讲重话啊。一次事情发生以后，他说韩国政府说希望美国政府公平的、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件事虽然是韩国是投资方，可是错在韩国，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的话，你这边被抓的360个韩国人里面，很多怎么样？他没有合法居留身份，或者他拿的签证与他从事的工作不符，所以呢，就变成他没有遵守美国的劳工法令。另外，他一共被逮了475个人，这里面还有美国人。那这些被逮的人也都是他的是不是有工作权？他是不是非法移民，或者说他在美国居留的身份不允许他在美国工作。所以呢，这个案子是被这个美国的一个共和党的一个议员他举报的。他去美国的这个政府举报说，这个工厂用了很多非法的外国人，那是不是非法呢？那韩国政府事实上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说明，他只是抱怨。韩国说你们现在美国现在这个移民政策跟工作签很难拿，所以呢，他这些是拿着什么？拿着商务签证去的，很多的商务签证，因为这工厂还没有正式生产，这是正在盖的中间，所以它盖的中间就有很多这个还在施工的阶段。那他们就派了很多自己的人。当然，我们也知道到美国投资外国厂商是怎么讲，是真的是蛮辛苦的。你要符合当地的法令，你要跟当地的工会打交道，你要聘当地美国工人。美国工人不加班的哦，美国工人你主管也不能对他大声小声的哦。美国工人他这个他的所有的工资要照美国的当地劳工法。你一点折扣都不能打，美国人好送。你如果欺负了他们这些工人的话，他立刻工会这个一状就把你告到法院去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这个韩国的企业呢，说实话这么大的企业，说起来 LG， 然后现代，你这些工作的人你合不合法？对。所以呢，不过就变成就是说，也许我们亚洲人我们中国人观点认为就是说，我的投资你总要网开一面吧？你知道川普后来在他的这个社群网上怎么写？他说：“我们欢迎你们这些外国人来我们投资，可是呢，我也要告诉你们来美国投资，你什么都要遵守美国法令。你不遵守美国法令的话，照抓不误。不过这个抓的过程中人家就说，你何必用这种手段呢？你知道那些韩国的韩国不是一般劳工，韩国都是工程师可能还有些管理阶层的那他是怎么样被抓的？手铐、脚镣伺候，中间还用铁链把你拴起来，当囚犯。中间腰上还给你拴个铁链，然后呢，全部公诸于世。那全世界都看到三星的员工这样被羞辱，对吧？不是三星，这个现代，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 LG， 这都韩国大企业啊。所以呢，基本上就变成人家就在想说，如果说是欧洲的工厂会不会有这种事？
还是专招专拣软柿子吃？这样子就羞辱了。不过韩国现在也不敢动，因为韩国说实话，他也不敢惹美国，因为李在明上台以后，他已经选择啦，他是继续依照尹锡悦的路线啊，亲日哦，以美啊，对，所以大陆请他去这个参加93阅兵，他不去，对他更那个，他还要跑到日本，先去日本一趟，然后呢，从日本再到美国，然后他到美国好像表现不错哈。不抗不避，那我就看到说他不是不抗，他太抗了。川普坐在那边都这样做，人家都没有做全版都李在明哇做的头比他还高，然后还说啊，哎呀，我们到北韩一起合作去看川普大厦，哇，口气那么大，我觉得啊这个啊。在川普面前，你最好谦卑一点，哎，结果那个川普，这个一打下来，大陆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作家，他叫牛传庭，他一开头写这个牛弹琴，他一开始写这个文章，他说不得不说，这是韩国的奇耻大辱。对，好，一方面我们是看到这个南韩哦，现在感觉很憋屈啦。那确实，现在整个外资南韩厂商他们都很担心，接下来会不会美国会有进一步针对南韩在美国的企业有更多的动作？除了我们看到制造业现在遇到了麻烦之外，其实川普现在的农业票仓同样是面临很大的麻烦，尤其9月份接下来的几周哦，根据美国农业部的估算。尤其在接下来的2到3周，包括了大豆跟玉米都会迎来史上最大的丰收，甚至玉米这个产量飙升了729%，但是现在恐怕会有包括了供应过剩跟价格崩跌的问题。价格崩跌的幅度可能包括了整个彭博的谷物指数从2022年的高点暴跌超过50%，那么包括了玉米在每一亩可能会亏产$160，现在政府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来做补贴了。其实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其实美国在过去的3年还有其他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农产品已经连续3年都是呈现贸易逆差的，今年逆差金额500亿美元是70年来最惨的记录了。重点就是他们最重视的3个农产品，包括了小麦，现在本来是出口大国，也被俄罗斯超车；大豆输给巴西，玉米可能很快也会被阿根廷给取代了。上一次美国这个贸易战导致美国自己的农民赔掉270亿美元，在这一次中国大陆不买大豆啊等等农产品的之下，恐怕这一次会血流成河更扩大。美国农民这时候站出来怒吼了，他说贸易战根本不会让美国农业更伟大。大家就在看说9月份是否农民会来大起义、大示威，美国的农业还可能翻身吗？尚志哥怎么看？我们在思考有关农业问题啊，大豆特别玉米的部分，9月是非常关键的。因为9月是在历来全世界的这种原物料当中，9月是开始运出去的。也就是说，在前面的部分在种这些玉米、大豆等等，那陆陆续续在7、8月成熟，9月按照道理要运出去。所以就是说，任何的部分，我们刚刚讲中国跟美国过去的有关于这种农业的合约，按照道理应该年初3、4月就要最后讲定了。所以包括在思敏节目里头，我们在今年3、4月的时候，其实美国农民已经在抗议了，因为没有订单啊，中国大陆没有续约，这怎么办呢？所以一路拖到现在要运了的时候，发现中国还是没订单，一个新订单都没有哈，哇！所以这一波我认为9月在美国农民有个大抗议，应该就会出现，因为这个部分就是已经是最后了，否则你后面就烂在这里了哈。那而且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部分，都知道中美的贸易谈判其实当然在进行，川普并不是说不顾农民，但你不得不说，在谈判的现实框架上来讲，农业比重占的 GDP 占的交易额实在是太小了。对，相较那些科技以及美国要的这种中美对抗的国家，包括军事各方面的这种大幅度的 GDP 占比，所以经贸这些东西轮不到农业的这个边缘小猫咪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先天很没有办法。刚刚讲说9月份很尴尬，因为确实是中国没有在美国下订单，但是9月份针对于乌拉圭跟阿根廷下了1000万吨全新的订单。去年同时是新订单500万吨，妈呀！今年从9月份开始1000万订单，一直到明年5月，
而且这里还不要讲，还包括最重要，中国采购大豆最多的是巴西。没有算到巴西在里面我们有个数字，在过去美国卖给中国大概每年14%大豆占中国的比例，中国是全世界到处买的，美国并不是最大或全部。可是过去美国比例是很高的，但是去年就跌到12%，小幅度咯。今年会大跌，因为今年没有新订单，没有签合约了。而巴西从原先14%，在去年就涨到22%了。所以刚刚讲乌拉圭、阿根廷这些，所以我们要讲最后结论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全球采购、对于农业，过去是看美国念子拿来做外交，看起来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国家战略，把这个农业采购也放进去了。美国如果在中美对抗情况下，我就不采购你，我也没有看什么面子，也许我留一点点给你。除此之外，要影响所就变成现在美国农民眼前最害怕的是中国会永远把采购大门关上。还是最后真的仅留这么一点点比例来采购美国，而他们美国的农民要卖给谁？是好，紧接着9月份这个采收重点季节，现在美国农民恐怕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农民起义了。这个是美国从包括了制造业跟农业现在面临的窘境。另外就是要来看美国自己的财政炸弹，这颗炸弹恐怕也是在这边随时都要被引爆了。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自己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的话，他说要是明年最高的法院在夏天判川普输的话，政府恐怕得退还这几年的关税的税收，恐怕他说不是10亿的问题是几千亿，甚至是上兆美元。如果真的发生，国库恐怕被掏空，美国经济可能瞬间被拖垮。这是财政部长自己说的话，干哥怎么看？好了，那现在就是说他们在列如果说最高法院他明年说宣告你这个政府是违法的你这个违法进行这个对等关税谈判。那你要把这些税退还给被你征的国家的话，那你知道最后要退到多少？恐怕有5000亿之多。那只是一个约略的计算。他说，也不对，5000亿这个数字也不对。为什么？因为现在是5000亿到了明年最高法院宣判的时候是6月才有办法，因为他们美国的法院他庭期安排好就是安排好。你说你不能快一点判吗？对不对？这是国家大事没有。但是他们没有这回事，他们就定好庭期，他就是那个时候，所以最快要到2026年的2月才会，最高法院才会宣告联邦政府这个行为是不是对等关税合不合法。那要等到那个时候的话，他说已经变成7500亿美金了啦。现在以5000亿美金来算的话，对，那大约是15兆台币。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可能会到了20几兆台币都有可能。我现在讲一个小故事，这是贝森特讲的，对不对？可是贝森特，你知道他最近出了什么大纰漏吗？他在3号到1个礼拜以前，他在那个白宫那个行政分部的就职晚宴这我们搞不清楚，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跟你知道叫联邦住房及金融局的局长，我们没听过这个，因为他比较小的官可是这个人叫做普尔特。他跟他2个死对头，当场就吵开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在总统面前讲我的坏话，讲我的不是？”然后他非常生气。然后因为那个晚宴是金融大鳄级的那种投资者，纽约的那种大金融家来主持的。他当着也不管主持人的面，川普没有在场，他就大骂那个什么金融局的那个局长就说。你为什么在总统面前讲我坏话，对不对？我想一拳打在你的脸上。他说 "Go to hell" 已经是最文雅的词了，因为里面都是不甘入耳的，都是三字经。我们台湾讲的三字经，然后把所有的难听的话都骂在他身上了。结果后来吵完一架以后，才发现说贝森特的人缘有多差，你知道吗？卢特尼克商务部长也是他的死对头。然后马斯克更是他的死对头，然后他得罪非常多的人就对了，所以你就晓得说，原来川普的政府里面，他们高级官员之间都是关系非常紧张的那种情况，尤其这个贝森特已经得罪不知道多少人了，所以我们在想说，贝森特可能在下一次的谈判之中，
川普会不会再派他出去，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探讨美国内政现在是着火了吗？我们都知道啊，自从第2任期以来呢，川普总统不管是外交，不管是内政啊，他都做出了许多大动作。那被这个投资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呢，他好像化身了川投顾一样哈，很喜欢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高谈阔论，然后带这个投资市场的风向，然后也让这个他周围的家人啊、亲信啊一起是赚的这个盆满钵满的。那虽然美股我们都知道今年的表现真的是很强势，但就是受惠于整个 AI 这个科技的革命嘛。但你说美国的民间经济真的好吗？我们要打一个问号。这个不是我在这边乱酸哦，因为有专家谁呢？这个诺贝尔2008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他就是看不惯川普很多的政策，他觉得太违反这个科学性了啊。包括他点出了3大宗罪啊，就是像是生产者还有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上涨啊，经济的不确定性啊，还有一个很伤的一点就是他这样子朝令夕改，然后呢这样就是有点乱无章法的很多政策啊，都让美国的全球公信力荡然无存了。过去作为这个全世界的老大哥，你现在没有公信力，你就很难带小弟了，好不好？那怎么解读这个经济大佬的言论？是说中了吗？还是作为经济学的这个专家来说，其实川普真的是在经济学上面不合格的？虽然股票被炒得很漂亮，我们来上志哥。我想，其实在美国或全世界都知道呢，这克鲁曼他应该就是川普的最主要的黑粉，对，真的是黑粉。当然也可以理解啦，他作为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主要当时他提出的就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这个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简单讲就是说，国际贸易跟经济地理之间的这个部分的关系所产生的自由贸易。所以也就是说，克鲁曼他基本上这个人的经济思想，在于整个对于无论全球化或自由贸易，或者是跨国性的这种贸易的，不要说合作，在这里头竞争合作里头，它是保持这种开放的这种肯定啊，作为正面肯定。所以现在面对于川普这种，包括在经济贸易当中的这种孤立主义也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在长久以来，在川普上一任跟尤其这一任在关税战之后重炮的这样子的批评哈，基本上是把所有川普当中对于这种自由贸易的这个核心的部分所产生的冲击，它是在所有各方面产生批评啊。所以这个部分的点评，再加上他的这个经济学得主的这个部分的身份，对，所以确实形成强烈对比。但我要提醒大家哦，虽然克鲁曼批评骂川普，但过去长久以来，他骂最多的其实是中国。所以过去对于中国所谓共产党或共产治理的这个部分，跟他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个新经济理论框架是有很大的违背。但虽然如此，克鲁曼其实是在2009年，就是北京奥运之后，还有2015年，都亲自去中国大陆2趟。跟那边的学者就各方面，包括金融货币都有很深刻的接触，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他骂川普，但是他在描述中国的部分来讲，往往是提到说，川普你这样做的部分你错了，你失败，对美国，中国在这方面的话赢了，但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肯定现在中国的这个贸易路线。对于中国现在包括这种也开始跟美国对抗这个部分来讲，可以看得出来他很谨慎哦。所以现在其实包括在中国大陆全世界看，感觉起来克曼是不是算一算他的时间？这个时候也应该10年了，有没有可能去中国看一看了？跟中国现在的全新的，我们都知道这2年中美对抗，中国是全新的经济理论架构，无论包括内循环等等，都不是过去克鲁曼批评的内容。所以在这2者之间，目前看起来克鲁曼是专心对付川普，但对中国并没有具体的肯定。而在中美对抗上，他当然还是站在美国这一方，所以这里头所产生的影响，依然还是在美国跟全球的舆论跟经济学的这方面探讨当中，成为川普的一个肉中刺、眼中钉。眼中刺。但也希望这个克鲁曼这位学者有机会可以去中国看一看，更新一下他这个经济理论。当然，我相信这位这个知名的川黑的批评啊，川普应该不会有什么感觉了，但是被共和党人自己的同志给背刺呢，那应该是比较痛。什么一件事情啊？这一次的川习会只谈了100分钟嘛，然后呢结束之后，川普就立刻上了空军1号，就回到美国去了。他说要回去白宫参加这个古灵精怪的 Halloween 万圣节派对，帮小朋友发糖果，展现这个慈祥的一面啊。但其实可能是要处理一些国内的麻烦事，因为呢，他那一套对全球发难的大关税野心哦，不好意思，被美国的参议院哦给表决推翻了，给打脸了。
那你说是民主党人在作怪就算了嘛？没有哦，有4位共和党人跑票喽，对你自己的共和党大佬背刺了，那就是看不过去川普这个帝国主义式的霸道嘛。杨老师你怎么看？这次急忙返回是后加自愿烧起来了？对，其实老早他就在准备，可能现在他的全球对等关税战，搞不好会被否决掉。倒不是说担心被美国的参众议院给否决掉，因为这一次的参众议院虽然参议院是通过否决他的全球关税战，可是众议院要过并不容易。他其实是担心接下来11月5号开始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审判。我们先讲在参众议院这边哈，参众议院其实都是现在共和党占多数，共和党在参议院里面是53席比45席，这次跑票4席，有2票去投到这个民主党里面去，所以变成51比47，因此他通过了。可是呢，到了众议院，众议院现在共和党跟民主党是219跟214，看起来差5席哈，但是事实上他就要更严格的去掌控。那因此呢，要众议院也同时通过这个法案之后呢，他人可能会去协商，但基本上这个法案并不容易在2个院同时都通过。可是它会对最高法院的接下来的审判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个讯息会让法官，当然看报纸也知道嘛，对不对？那因为最高法院现在美国的贸易法院跟上诉法院都认为川普的关税战违反宪法。美国的宪法第1条第8项就说，关税是国会的专属权利，你不可以通过一个这么全面性的关税，然后不经过国会的法案。那你只可以通过那个像232，比如说铜啊、铁啊，你个别的增加针对性的，比如说20%、25%，最高到50%。那可是呢，现在最高法院要审判，最高法院共和党提名的6比3席，照道理应该好像是容易过，可是你不要忘记哦，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通常比较更加支持自由贸易。那现在呢，就碰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困难。所以，川普其实都做准备了。这一阵子哦，他把那个 WTO 所欠的这个会费哦，都偷偷的把它都缴了。然后呢，把有一些这个商品呢，美国没有生产的，都把它降了关税。其实也在因应，如果真的大法官通过部分违宪的话，他也会把一些产品转到232这边来。但不管怎么样，这会对川普的关税政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扑，一个美国来自于司法或者是国会之间的一个反扑。好，除了要处理这个国会方面的考验啊，其实美国的国债近几年呢也是表现公信力一直在下滑啦，因为不断的借新还旧，然后这个债逐高台嘛，也大大削弱了过去哦被这个金融教科书定义为无风险资产的一个口碑信任。那同时又助长了像黄金啊、加密货币这些东西的升高需求。大家都知道，光是2025年金价跟比特币就涨了多少去了。那川普家族啊，也是靠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哦，大家跟着他一起这个投资加密货币，都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了。我们说这种超越了内线哦，简直是自己划线，我喊涨就涨，我要跌就跌的离谱事情，就没有人可以管他吗？所谓这个川普币啊，我们叫做民营币嘛，他发行了10亿枚，但是他自己流通了8亿枚，2亿枚出去，结果这个川普这个一操作之后呢，总共整个的市值提升到270亿美元，你就知道多高去了。为什么大家这个比较迷信类似比特币啊、民营币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储存资产，类似这个黄金一样。但是问题它是空的啊！你看看这些衍生性的商品这些民营币上涨，也黄金也上，2个双上涨。但是不要忘了，黄金它有实体，对，我说是黄金啊。现在黄金上涨了，已经到每盎司4138块每1盎司。对，那现在那大家看那么贵，那我就来炒民营币，变成这个状况。那民营币为什么这么可以炒？我认为它有3大优势。第一个，今天川普他是总统啊，他可以政策面来制定。我来搞一个这个衍生性的商品，类似比特币，我搞个民营币。他是总统嘛？对啊，那就他自己，他成立了2家公司搞这个东西，搞这个民营。他儿子也搞这个。对，变成这个样子。讲到第二个呢，消息面，你要知道川普这个东西他消息面一放出去，哎呦，跟这个谈判过关了，跟这个加拿大也好，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欧洲的这些国家，谈到好像消息不错哦，这个民营币就上涨了。你看消息面是由他来控制的，
一下不行的时候，所以股市也是一样，他就问你们都赚到了钱了吧？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它有消息面、政策面的优势在它，消息面的优势在它。第三个不要忘了，操纵面，谁可以操纵？川普可以操纵啊，对不对？大家来买这个，你放心好了，这个东西啊，引在上面，将来避险就靠这个了，就跟比特币一样，它是虚拟的，但是避险很好避险啊，而且很好在地下做交易。对，大家开始买了，所以又有操纵面也在川普上面。你这个3个优势都抓在川普手上，那你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靠川普来发财了？真的，我们讲到了，权力在上面，权力产生金钱，是权力增加资产，这就是个很典型的现象。没错，这是球员兼裁判了。好，不过美国当前要处理的这个内政的棘手事情啊，当然就是现在朝野还是要赶快尽快和好嘛，因为你联邦政府因为2党恶斗陷入停摆的局势，继续这样拖下去，拖越久越严峻啊。要知道，如果这个停摆时间再延长1周呢，就要创下史上最长的纪录了。那这个 CNBC 引述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呢，就是这次美国政府停摆导致美国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到年底损失有多少呢？至少70亿美元。那如果你后面停摆再6周，停摆8周，都有一些相应的数字变化。可见这个国家机器如果继续摆烂不运作，那对美国全国的 GDP 还有公众利益都是巨大的损失。那相信我不用多讲。但是内政到外交，川普从第2任期以来，他都走得蛮一个极端的风格。那包含2026年的期中选举，在我们今天录影这天，其实就差不多剩1年的时间了。立将军，你觉得川普今年从2月这样上来一系列的骚操作，对于他明年的选举，他这样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路线，还可以继续走吗？我当然走不下去啊！我们今天很明显的，明年我在这边我就可以大胆的预测，明年的共和党选举应该是会以这个大败来收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第一个，我们就看，就刚刚我们讲的这克鲁曼所讲的第一句话来讲的话，这个消费者物价上涨现在来讲的话，这个通膨指数已经到达2.4%那 CPI 指数，但是核心指数已经到达3.0%了。所以这个美国的很多老百姓都已经感觉到物价已经在上涨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美国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它失业率越来越严重因为 AI 取代的关系，包括到几个这种科技的 AI 的大的公司都目前都在裁员包括亚马逊等等裁员，而且裁到几乎10%，裁到很多那是不是美国这种关税政策原来是要将制造业拉回美国去提升美国的就业？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就像克鲁曼所讲的嘛，它经济是一种不确定性，因为所有企业主到底要不要投资，他不晓得。你每天川普在那边踏过过去然后如果说是我去投资生产的话，那工人成本各方面的成本、产业链的成本都很高所以说是也没看到川普这个关税的政策想要将所有制造业拉回美国我们看不到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只是看到让美国这个继续去这个衰败。那当然除了这个关税的问题之外，我们看到川普这一段的骚操作包括到什么？包括到他走向的所谓极右的政策，甚至于很夸张离谱的将共和党州的国民兵派去镇压民主党州的这种所谓的移民或者是说这个游民，用这种军队去镇压，很多老百姓看不到。甚至于我们现在也看到，美国很多的地方都已经这个在周日的时候都有所谓无王的一个这种群众的运动叫反川普的运动，很明显。除此之外，其实上我觉得川普很多自己国内的问题他都没有解决当然这是长久以来美国自己本身的问题。当然第一个就是他们所谓的这种多元性别政策然后或者是说他堕胎持枪等等，这些都走极端的主义。那当让美国老百姓会这个反对反抗，尤其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说是连我们都看出来，他在这个图利他自己的家族，借着炒作这些货币、炒作股票，难道美国群众会不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共和党为什么有4个人倒戈？这共和党的议员他会求自保对不对？我希望说是我倒戈，然后将来选举的时候，我才可以得到我的选民的支持。所以从这一叶知秋，从共和党里面有4个人倒戈我们就看明年共和党选举可能非常非常的严峻。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这场习川会的一些谈判的重点细节了。釜山双方握手，全球屏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习川会点燃的全球风暴是否笑里藏刀？谁在布局
未来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这一场习川会哦，其实是川普在重返白宫之后首次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双边会谈。今天的现场，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是10月30号台湾时间的早上10点，美国的总统坐车也首先现身，随后就可以看到陆方的红旗车队也跟着一起入场了。双方习川在抵达现场之后是先握手，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从笑容来做一下解读，川普呢笑得非常的灿烂，而习近平则是有一些的无奈，包括从他们的语言上一边握手一边讲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包括了这个川普不断的说看到你真好啊，我跟这个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很好啊，我们将会谈得非常好，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强悍的这个谈判者，那习近平就无奈的笑了一笑，然后川普拍了他背后2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Good to see you again. 很高兴再见到你。Me too.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I have no doubt. 我肯定我们今天会有非常成功的会议。But he's a very tough negotiator. That's not good. 但是他是很强硬的谈判者哦，这不好。好，这个画面播出之后，大家就在说，怎么这个双方握手都是这个川普一个人，好像想要把这个场面弄得很热络，好像想要讨好习近平的这种感觉，并且呢，他也不断的称赞习近平说，能够与一位长期的朋友会面是我莫大的荣幸。他说，习近平是伟大国家的领导人，那么习近平则是冷静的回应，中美可以共同承担大国责任，为世界福祉做出伟大的贡献。这一场谈判当中包括了双方也出动了自己的经贸团队，不管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国务卿卢比欧，甚至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白宫幕僚等人，中方的代表则包括了有蔡奇、王毅、何立峰等等的人。这一场会议后来双方呢总共是进行了大约100分钟的时间，随后呢双方就步出了会场，那么也是这个展现笑容，看起来好像谈得不错。那么有一些比较实质的内容是川普宣布，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最新消息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将从57%降10%到47%，那么芬太尼的部分从20%降到10%。大陆美国说的不会实施稀土管制，也会恢复采购大豆。至于这个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呢，这个川普是说了不会出口给中国。那么川普也承诺明年4月访北京，台湾议题则是没有被提到。赖老师如何看这一场，尤其是刚刚的这个握手画面，你怎么解读？这个握手画面其实大家看得出来因为川普是喋喋不休一直在讲，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掩饰他的焦虑。其实一方面兴奋，二方面他是紧张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他真的是老手大国领袖中的大国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平稳微笑讲话也简单有力量。问题是谁迎接谁？那很明显的就是川普在那边等待迎接，然后所以习近平来进场。那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在这方面其实就已经占上风了。我们再来看一个小细节，就是结束以后那离开会场，因为那个会场很小，门也很小那你看离开会场的时候，谁的车停在这个阶梯的第一辆？就习近平的车嘛。这代表什么？连这么小的细节里面，中国大陆都卡了上风。也就是说，这个车位中国就站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下来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就上车了。那等于是这个川普要送了他自己再转头，然后走更远的路去搭上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车子。那这个很明显的，这2个小细节中，中国大陆其实都卡到好的位置，都占了上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当时川普讲的100%的关税，也就是贝森特所讲的100%的关税，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买空卖空嘛。你加关税，我也给你加100关税。当初245都没在怕你了，怎么可能会怕你这个100%的关税？所以谈都没提，那就很明白。第二个呢，降了10%的关税就是芬太尼。那我个人判断就是中美很有可能会成立一个联合的打击芬太尼走私等的这个工作小组，来彻底解决芬太尼的问题。不过这降10%的话，这个对大陆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大陆本身在出口这个部分就有更大的竞争力了我讲是到美国。
那也就是不太需要再转到越南或是其他的国家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好，那你看《华尔街日报》跟《卫报》吵得如火如天的说啊，台湾的议题连碰都不敢碰，连碰都不能碰，所以川普自己也说他完全没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不会让你美国人来谈台湾问题的。就是这个不是你能碰的，我的底线就画在这里，只能够在这底线上往上走，不能够把台湾当做一个交易的筹码。那很明显的，川普在这一次里面他自己也说他不会碰的，可是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而且24号10月24，川普自己亲口说他要来讲台湾问题，这代表什么？我个人的推断是，卢比要给他一个馊主意，就是说你打台湾牌，没牌可以打的嘛，没牌可以打，再打台湾牌。可是，一打台湾牌以后就碰问题了，因为在26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也是在同一天24号的时候，这个德国的外长也讲到台湾问题，那大陆的外交部马上就把他骂回去了。骂回去以后，那他要见的人见不到了。其实我判断，搞不好连王毅他都见不到。是。那他跑到中国大陆，连王毅都见不到，这个颜面扫地啊！一个部长跑到中国搞不好副部长来接待，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是，他干脆就本来说取消，引起德国政坛的震撼的时候，他又改口说叫推迟啊，往后延。那这个代表这个也给川普一个讯息，这个讯息非常的明确，也就是说台湾问题你碰不得。是。所以当《卫报》《华尔街日报》又炒作台湾议题的时候，川普昨天就出来那个消毒了。说我不会谈台湾议题，果然这次记者会的时候他又说了，我没有谈台湾问题。好，几个主战场确实这次台湾议题就没有在这次的中美会谈中有谈到。不过另外几个主战场，包括刚刚提到的大豆、稀土跟晶片，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尤其现在大豆，其实在谈判前夕，北京稍微释出了善意，也就是今年首度的跟美国下单了3艘的18万吨的大豆，那预估会在12月跟1月去开始这个出货。那也是刚好美国的选举关键期所以大陆一方面好像释出善意，但是好像也不是这么样的，因为12月跟1月刚刚说了嘛，大陆向美国出货购买18万吨，但是他们实际的需求量是500万吨，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可能还是向南美洲国家，不管是巴西或阿根廷去买。委员怎么看这个有关于大豆的议题？另外，现场这一些今天的谈判几个重点有没有一些亮点？目前整体对外面所传达出来的谈判的实际内容没有任何亮点。那个10%的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买大豆也是意料中的事。那换句话说，这种事情是不需要习近平出面去谈的，早在吉隆坡搞不好就已经敲定了。所以大陆上的国营企业中粮集团，对美国下18吨的一个订单，其实并不多。对，因为跟美国下这种大豆的订单，它事实上买订单容易，找船期最困难。因为那个什么，这种载大豆的船可不像我们马路上面的那个萝卜快跑那么容易调度啊。因为一艘载大豆的船大概装6万吨，18万吨表示他只找到3艘船，而且船期当然甚至还不是现在，拖到12月搞不好才找得到船。因为这种全世界可以这种散装的货轮啊，全世界只有3000艘，而不只是要载大豆啊，那载的东西可多了，所以临时要去调，不管是中国自己的船、外国自己的船，搞不好人家船籍都已经早排定了，好不容易挤出来。那为什么挤出来了？当然了，想要在这个习川会之前啊，那么传点讯息说，我们早在吉隆坡已经有一些成果啦，那看看习川会最后怎么样来做这个一个最后的 ending 啊。那这个当时在吉隆坡谈判的时候，就有讲到说，中国的稀土的限制要往后挪，时间往后挪，然后这个要买美国的这个大豆，但你买多少并不清楚没有讲。那现在就是说，在习川会开始之前，吉隆坡之后，中粮集团一定奉到命令，说你现在可以开始找船了那他找几条船才能够下多少订单？他总不能下了订单找不到船那就尴尬了，而且前段时间，我印象中很多船运公司载这种东西，大部分都是载巴西的跟阿根廷的船，这种船真的是不好找，很多都是要差不多半年以前排好船期了，
所以他现在只找到3艘，那消息就出来了就出来，而且应该会不只是买18万吨啦，可能会至少应该会买到，我认为至少会到将近可能会到100艘船，是大概600万吨左右。好，这个是有关于在大豆方面的中美谈判的最新进度。至于另外一个王牌就是稀土了。刚刚不是讲吗？川普说了，这个针对于稀土，中国大陆已经稍稍做出了一些让步，会延后对美出口的限制。那另外一方面，欧洲国家可紧张了。现在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的披露说呢，加拿大现在做主导。联合整个 G7 要筹组一个叫做关键矿产联盟，并且关键矿产联盟还会设定所谓的稀土最低价格，减少对大陆的依赖，扶植自己本土的产能。未来从中国出口的这些稀土产品也会来课征关税。那成员刚刚就讲了嘛，就是 G7 包括了美英、加法、德意日、欧盟等等的国家。不过高盛不看好，他认为说呢，要打破中国稀土主导地位还要10年，尤其90%的精炼在中国，建议做矿山要10年，一座精炼厂则是要5年。这个问题渴望解决吗？厉将军怎么看有关于稀土？我们讲稀土哈，其实它一点也不稀，它也不是土哈，它是金属这个中重元素啊。那它也不稀，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知道格陵兰、巴西哈，今天还听说连土耳其都发现了很大一座的这个稀土矿产。那关键在什么？关键是在提炼嘛。那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提炼技术几乎已经占了全世界产量的99%以上，几乎都在中国提炼。那以往来讲，这些国家的土都要运到中国来做提炼。那中国在这个方面提炼技术，可以说是它独门的绝活了哈。你各国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学得去的，而且你们很久都没有做这个工作，因为你们认为说是稀土的提炼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所以各国都没有在做将这个工作交给中国在做中国默默的干这种脏活，也干了20-30年了，所以它有很多独门的技术。那你认为全世界各国，我们刚刚讲日本日本川普这次去跟高市早苗也签了这个协议，说是这个矿产协议，就是要日本出钱，然后但是现在这个厂。这个稀土提炼厂到底要是盖在日本还是盖在美国，我们不晓得哈。可你从这个他叫这个高市早苗所出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金额，你就知道这不是一笔小钱呢。你必须要很多的钱，你才可以提炼。那会不会是叫日本提炼，然后将这个高污染的事情交给日本来承担，还是这个土在美国提炼，然后厂由这个日本来盖哈？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这是这个中国大陆虽然说是缓了1年，就是延后1年在做稀土管制，可它有一样东西它没有松口你知道什么？就是技术没有松口可以出口中国这次在讲10月份的时候，它所谓的这种稀土管制，它实体的稀土它0.1%以上采用中国出产的稀土，你都不能用那第二个来讲，它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技术人员它也管制所以这个技术来讲的话，如果说中国不让技术人员管制到这些人员，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这种专利来讲的话，是中国很多的专利。所以说，其他国家很清楚的，他会讲说要设定最低价格，就他们很清楚嘛。如果按照他们的这种提炼方式来讲的话，第一个产量很小，第二个成本很高。那中国来讲的话，它提炼稀土来讲的话，量大，而且这个成本低所以他们要定一个最低价格，就是叫大家不要去买。那你想可能吗？对不对？所谓商业行为就是哪边 CP 值高哪边可以买得到，哪边可以便宜，我当然是跟哪边买嘛。那你怎么可能放着便宜的东西你不去买，你去买高的东西？那再来，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以现在来讲，如果你没有这种技术人才，包括人，包括技术，中国如果管制在里面的话，你各个国家就算是你有钱，你也不见得提炼得出来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高盛这个报告说最少需要15年，我觉得这有点这个保守了啦可能我认为说是可能还要更久的时间，那你很难突破中国这个专利的技术。